许多弟兄姐妹都喜欢读圣经，读新约还可以的，但是很可惜，读到旧约很容易放弃。读了创世纪和出埃及到利未记就放弃了，因为太难了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10分钟读懂旧约概论。今天教导分成3大部分，第一大部分旧约的困难，第二大部分读旧约的策略，第3大部分39句话读完39本书。读懂旧约有什么困难？旧约有什么困难呢？首先呢是篇幅非常的长，旧约呢比起新约呢长多1倍那么多，要把它完成实在不容易。第二，历史很悠久。从创世纪呢到马拉基书，大概是1500年到2000年左右，在当中有许多的政治的改变、国家的改变、人民的改变、地方的改变，所以要读懂这个实在有挑战。接下来是文化的差异。以色列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当然是很不一样，就好像如果我们看美国人的文化，我们觉得他们有一些很怪的，我们不能理解；他们看我们也觉得我们很怪，不能够理解。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文化，有时候因着文化的差异而不能够理解。第4点是伦理上的差异，以色列人看伦理跟我们看伦理差很多，就好像在诗篇呢是有诅咒篇，可以诅咒那个人。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，怎么这些人这么奇怪，可以诅咒敌人的呢？接下来的困难点叫做应用性不宜，我们觉得很难应用，在旧约的故事、旧约的这种种种，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21世纪的基督徒的身上呢？所以总结以上的种种困难，我们必须要有策略。读懂旧约有什么策略？第一个策略叫做读经的策略，我们要怎么读呢？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打开旧约第1本书，就希望从第1本书读到最后那1本书，其实不能够这样。我们要先把它读回第1回合和第2回合来分别。第1回合呢，可以先读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路得记、撒母耳记上下、列王记上下、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以斯帖记、箴言还有但以理书。第1回合先把这几项以上所说的读完了，大概就有了解，然后第2回合呢，才把刚才没有读的书努力的把它读完。第二呢是时间上的策略，要读多久呢？新约的话比较短，所以如果每一天大概读15分钟，可以几个月就可以完成。但是因为旧约的篇幅比较长，可能每一天呢就要花30分钟的时间，几个月之后呢才能够完成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放弃，每一天呢30分钟是可以把旧约完成的。第3呢叫做理解上的一个策略。以前的年长的基督徒啊，他们读的时候不了解，还要找参考书啊，很辛苦的才能够找到一些的辅助的资料。但是现在网络这么样的发达，当你不了解的时候，就不要放弃，而是去网上去找资料。现在甚至有 ChatGPT， 你打你的问题下去，它立刻就会回答给你了。其实旧约的很多的问题，如果你有疑问，许多的学者、许多的圣经老师早已经有答案，只是你要花一点的时间去寻求，就能够了解。接下来呢是要克服心理的一个策略，因为呢你一直觉得旧约我读不完，旧约我不能够了解，其实是撒旦的谎言，他骗你而已。其实旧约是可以完成的，你是可以了解旧约。我本身就是很喜欢读旧约的。你要克服心理的障碍，你要来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帮助我，在人不能的事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帮助我把旧约完成。读懂旧约39本书的主题。我们要以39句话来记住39本书。创世纪呢，记载了人类的开始和以色列的开始；出埃及记记录了人类和以色列怎么样能够脱离捆绑；利未记记载了以色列圣洁的服事，还有我们怎么成为圣洁的子民；民数记包括了以色列一个失败的路程，怎么样来回避它；申命记记载了上帝的话语重新再说一次；约书亚记得地为业，进入迦南地。第7本书史诗记记录了史诗的各种的故事。第8路得记记载了路得和怎么带出以色列人的光明。撒母耳记上下记录了以色列王国的开始。列王记上下记录了以色列王国的衰亡，在政治方面。那么呢，历代志上下呢，记载了以色列王国呢是宗教方面的失败。以斯拉记呢记载了重建圣殿。尼希米记重建圣城。以斯帖记以色列得神保守。约伯记记载着人生的苦难，诗篇是我们的赞美和敬拜，箴言怎么样得到智慧，传道书生命的虚空，雅歌上帝和我们之间的一个爱情。
以赛亚书以色列人的救恩，耶利米书以色列一个审判的警告，耶利米哀歌以色列王国的哀鸣，以西结书以色列将来的荣耀，但以理书预言将来国度的荣耀，何西亚先知了解了上帝对子民的爱和恨，约珥书以色列将来的日子，阿摩西书将来面临的审判，俄巴底亚书以色列是复仇的上帝，包括了以东的结局，约拿书以色列人的使命，弥迦书以色列人的不义，那鸿书以色列复仇的神，讲了尼尼微的结局，哈巴谷书我们信心的考验，西番雅书以色列的定罪，哈歌书以色列圣殿的建造，撒迦利亚书以色列的衰亡，马拉基书记载了以色列的人的诡诈。现在我们一起实际的来做一个旧约概论读经计划。先从第一回合开始。第一回合呢的经书是有创世纪有50章，出埃及有40章，约书亚记有24章，士师记呢有21章，路得记4章，撒母耳记上下55章，列王记上下47章，以斯拉记10章，尼希米记13章，以斯帖记10章，箴言31章，但以理书12章，全部总加起来呢是317章。那么看你读经的速度快或慢，我本人可以一天读20到30章，30分钟之内。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慢的，一天读10章，那么呢，也大概在1个月里面可以完成第一回合。当你完成了第一回合之后呢，你应该得到很大的鼓励，然后呢，就继续的来进入第二回合。在第二回合当中呢，有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、历代志上下、约伯记、诗篇、传道书、雅歌、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耶利米哀歌、以西结书、何西亚书、约珥书、阿摩西书、俄巴底亚书、约拿书、红家书、那鸿书、哈巴谷书、西番雅书、哈歌书、撒迦利亚书、马拉基书。当我们有时候有一天失败了，但是却不要放弃，不要认为一天忘记读了就马上放弃，反而觉得一天忘了或者没做到没有关系，重新再出发。你也可以 download 我们这个旧约概论的读经计划，做完一本书就把它打一个勾来鼓励自己，也或者在网上可以寻求到旧约目录的，也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，读完了就打一个勾，来继续的前往把旧约完成。接下来介绍给弟兄姐妹有6张重要的地图，一面读经一面看着地图，更加容易了解。第一章族长时代，就是最初的时候，大概那些地名你看一看，让你更加的了解当时候的地理状况。第二个地图，出埃及经迦南图，看着摩西和以色列人怎么样从旷野漂流的时候走的可能的途径，怎么样进入迦南的途径，看一下附近的城市，更加了解当时的困难，更加能够体会到圣经里面的故事。第3张图，12支派地图，约书亚记精彩的来记录了12支派进入迦南地之后，他们怎么分配这些的土地。第4个地图，以色列王国，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王的时代，他们怎么样有所罗门王国、大卫的王国，他们的版图、他们的边界在哪里。第5张地图，犹大与以色列的地图，看清楚了南国和北国的分裂，他们当中的城市在哪里，当中有许多精彩的故事，到底在哪里发生呢？第6个地图包括了有亚述帝国、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的，大概在主前650年到主前330年左右，看看这些的帝国他们的版图和怎么影响着以色列这个被呼召的民族。旧约充满许多有趣的事迹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来鼓励你，靠着信心把旧约完成，我们将会得到许多属灵的祝福。VI TV